哇！我叫杨汝晴，我是侯卓成，我们都是第6期的嘉宾。我们今天来到了心动小屋，氛围好棉絮跟生活区，感觉好大呀！这个小屋是个风车，好清新，好浪漫。走，风车。这为什么有那么多风车呢？因为起风了就是心动了。走，跟着我来。这里是一个客厅，看起来这里能容纳很多人。当然，如果更多人坐不下的话，他可以像侯若成一样坐在地上。我现在都躺地上。这个沙发看上去很舒服，你去躺一下。这里还有个球类，往里面丢。走。要不我换了拍你。这是一个厨房，就是在这做饭，梦回了。我感觉这个其实比我们当年那个小屋好看一点，就是做菜的环境。更偶像剧一点。对，比如说你从每天早上醒来，你从这走出来，就发现我在那辛苦的做菜，然后你说哇，然后你就给我投心动短信了。哎，算了，一点都不幽默。外面下雨了，那他们如果在小屋里的时候正在外面谈恋爱，突然下雨了怎么办呢？那也很浪漫啊，一起淋雨也很浪漫。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生活区，哇，快！哇！终于，哇！哎呀，这个暴露了。这个是，哦呦，等一下，这个要来个特写。这个哇，放烟花，好浪漫呀！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心动小屋的厨房里。今天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你们八卦一下，问问他们的感情现状。是的，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呢？是侯大厨为你们准备的火锅 ，hot pot。火锅是一个拉近大家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又回到了我的老本行，厨子。对，2年做一次。不要黑我啊！快点，上菜了。上菜了啊！人家进来不得给人家握个手。Hello， 太好了！哇哦，好丰盛呀！坐吧。好的。来吧，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是吗？我叫杨汝晴，这位是侯若成。然后我们都是第6期的嘉宾。我叫徐如兰，你比视频里还要好看很多。我叫孙寒晴，可以叫我吃。OK。Hello， 我叫小远。你们都是哪里人啊？我是江西南昌。啊，那其实很能吃辣呀。对呀，今天吃火锅。这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小料台。我调一下。哇，这个，哇，我们的照片。哦，对。啊，这个我记得，这个我看着你俩拍的，这个也是。啊，我最喜欢是这种。好看。所以他有滑这个滑梯下来吗？我们都滑过，这个他们都滑过。光荣负伤。
天哪！你们应该很饿吧？等了我们很久吧？中午大概他没吃，就等着吃火锅。你们这一集有厨子吗？有，是谁？乐成，还有方医生。哇，所以厨子就是能有爱情的。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呀？我上海。上海的对啊，还挺近的。我们刚从北京搬来苏州。苏州为什么会想搬到苏州来？就是我们在考虑人生往下走的话，需要确定一个长期居住的地方，因为我会很喜欢苏州给我的感觉。你们搬过来多久了？刚把东西都搬过来。还在新鲜的那个期。因为其实 Harry 他也是，他不是从北京来的上海吗？他是刚来嘛。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可能也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啊，那你们现在是在同一个城市？对，都在上海。出了小屋以后，大家的相处有什么变化？挺多的。我想想，挑2个讲。出了小屋之后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是个特别特别粘人的人，粘人？非常非常粘人，看不出来。会挂在你身上，粘在你身上那种。他称自己为小娇妻，小娇妻。哇，好甜哦！现在我们大概是离开小屋了，刚好1个月，好1个月。你们就是见面的频率是怎样的？我觉得见的次数应该至少是15次以上。哇，这么多，那就是2天见1次。他周末会去找你？会，每个周末？哪个？磕到了。啊，确实很难，因为周末是他全部的休息时间。因为他觉得就算开车过来陪我吃个饭再回去也没什么。哇哦！方医生这里以后叫大方医生，非常大气。那真的很棒。自恋型。如胶似漆。那小远呢？我们小屋结束之后，就只有周末的时候可以见，就可能1周1次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出差，就在杭州的时间也不多。然后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一块儿约着搓麻将。他跟你的朋友吗？还是跟谁？就是我们2个的朋友，就是我一个朋友，然后他一个朋友。对。你是不是年龄跟男生会有一些年龄差？哦，对对，子涵比我大5岁。因为我比他大4岁。哦，我觉得男的几岁不重要，他给你的体验比较重要。不是说男人最有魅力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吗？对。而且有的人要解决问题，从小就有这个能力，就是他甚至不一定是因为恋爱谈多了，就他本身自己生活的很好，所以他就可以让你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生活的很好。那你们会觉得有摩擦吗？什么摩擦？刚离开小屋之后，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跟另外一个人的世界交织的时候，就会涉及碰撞。对，就像板块运动一样，就是会有碰撞。就像2个岛屿，它如果要融合在一起，就要交融，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冲突，所以这很正常。包括很多人问说，那是不是在家里他都听我的，或者说是不是大事听我的，小事听他的之类的这种分，我们其实不是这么分的。我俩是说，就今天一件事情，例如说点水果，他可能去了一家水果店，我也去一家水果店，我们看的是最后谁点的水果好吃，而且稳定的好吃。那 OK， 那下一个人就获得了点水果的这个权利和事情。那如果我在这件事上做的比他更好，他也会自动把这个权利、这件事情让渡给我，这样子就是会划分好谁做什么事情比较在行，就更适合谁更适合做那块。这上面有很多比较有趣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问题回答出来就 OK 了。打个样，我抽个蓝色的蛋。哦，好尖锐啊！那换一个。好尖锐，换一个。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啥呀？如果你的朋友们和他见面表示不喜欢他，你要怎么办？那他就失去这个朋友。那他就失去这个朋友。一个乌鸦在这关起来。兰兰会不会抽一个蓝色的呢？会。你是怎么称呼他的？有没有什么亲昵的称呼？他抽的怎么这么甜呐？吃瓜。吃瓜。我叫他小方医生。小方医生。虽然他是一个听上去很官方的，你能懂吗？我能 get。对，我们在小屋里不也是叫他方？不，就是你多了一个小，就是他说没有人叫他小方医生，要么叫他小方，要么叫他方医生。但是就是小方医生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昵感。小方医生。然后，我觉得他穿衬衫的时候我都会心动。穿衬衫的时候更小方医生了。对对，是那种感觉。那他叫你什么？兰兰公主，兰兰公主。哇！看不出来啊，方医生。他的哪个小习惯让你觉得超可爱？好好奇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我一会儿没回他消息，我只在高铁站换乘，他可能是担心我有情绪了，然后就给我发了超多的解释。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我就会说，哦，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有情绪了。是男生安全感不够吗？还是感觉他有点小心？是的，其实我们在相处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就是关注点在这个问题本身上，然后我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考模式。Harry 会更加偏情绪化一些，然后他的表达也是从解决情绪开始出发的，但是我可能会着急先解决问题。然后我这个人说话又很直，然后会有一点，我害怕会有点伤害到对方。也不要这么想，就是可能我觉得啊，作为男生的角度，他可能也是很珍惜这段感情的，所以说也才会非常有点小心的感觉。所以你可以先找到他恐惧的源头是什么。怕你不要他。完了，不会是我本身？也有可能是你曾经有过负面的情绪，让他接收到，所以他会小心翼翼。第二可能是他过往的一些经历，让他认为女孩可能就是容易生气。对，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解决他恐惧的源头，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去说开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接触的时候。观点的碰撞是很吸引我的点，所以我会很想听到对方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但是如果说对方更在意你的情绪而不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我会觉得，总会觉得在顺着我说。就是他一开始其实都会有自己不那么想一下子被别人全部看完的部分。那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行为，就给他安全感，去让他更快的卸下这些防备。那我该怎么就是，让对方多输出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想看见对方 ，deep talk 一下。但是时间没有像兰兰这种会比较长，很多深度。你们应该会有很多深度聊天吧？就是其实小芳她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深度聊天的人，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跟他说，就是其实我会是一个比较在这方面有需求，就是精神的交流或者是深度的一些聊天，更了解对方。
我们是个长期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尽早的看到真实的对方，因为我们也将一起面对很多事情和风波。兰姐，以后我就要叫兰姐。就一开始你要先提出你的需求，而且其实你提出需求的同时，男生肯定也，如果是他喜欢的女生需要他，他自己也是开心的。这也体现了他对你来讲是很重要，你也很就是依赖他，你遇到困难你会想到他。是的，对，确实没有说，没有表达。一生要强的中国女，确实有点要强。如果大吵一架后联系不上他，这时你的应对方式是？就在我看来是分情况，如果是因为对方的原因发生了这一次争执，我是会希望他自己理顺了之后就立刻就过来找我。其实我会好奇小远跟乐成的进度，就还是比较慢吧。就是每对情侣有每个对情侣的速度进展。人家不一定是情侣。就是没有说出了小屋之后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好，也没有说一下子变得特别的不好，就是还是跟小屋，就是大家在小屋里怎么样，然后在小屋外就是怎么样，就还是这个进度。那这个进度是你？其实我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我还要慢很多的人，双方可能在节奏方面会有一点不太对应的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你因为也要开学了嘛，其实一段关系你要走得长远，立刻异地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你们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现在也不是说不那么着急，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是会有点急，会有一点点，但是那他不急吗？他比之前稍微好一点了，因为他之前在小屋的状态确实非常的慢。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直接讨论一下，比如说你要马上异地的这件事情，你们有讨论过吗？有讲过，但是会觉得很压力。他会觉得你在 push 他做一个决定吗？会有。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紧急的事件。但是我其实出了小屋之后到现在1个月，我们就周末的时候能见，然后就平时就是微信上稍微聊一聊，然后微信上其实也说不了特别深入的话题，就肯定没有面对面更加直观，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还是慢慢来会稍微好一点，就是增加见面。对，就是之后异地这个事情会更加拖慢一些进度。你还有多长时间？你会不会？你还有多长时间？又不是不回来了。你还有多长时间？真的，这很关键。可能之后我开学了，我得到北京去，可能1个月里面最多就见个2、3回这样子。所以我想，没有那么高密度相见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让双方都维持着感情和生活的一个平衡？其实异地恋还是得有一个奔头。如果你在北京念完书以后，你会考虑回杭州吗？是会回江浙沪的。对，所以可能这就是一个奔头，是你们未来是有可以长期相处的。那这段时间确实大家都需要双向的多付出一些才是。我有一个秘诀，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36问。36问里面的问题可以帮你迅速的拉近你跟他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很多东西。其实你越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在你这里就会越特别。因为其实去花时间了解一个人各方各面的过程中，其实你对他付出的精力也是多很多，所以他在你心中和其他人肯定也会变得更不一样。小王子对他的玫瑰很喜欢，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多让他跑几次看你，我觉得是没有问题。而且在例如说他去看你的时候，你也要珍惜体谅他这份付出。那你对他的感情和感觉有任何变化吗？也差不多，那就可以了，就坚持自己想做的就可以。只要你自己舒服就可以了。我觉得我还是会按照我们两个都更加舒适的方式去相处。你有你自己的节奏，不要因为别人交圈了，你就匆忙的交圈。你们会好奇男生跟我们说你们吗？你说会不会男生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男生比如有可能会就很自信啊。Hello，好帅。Hello，喜欢，坐吧。小方医生，今天要好好老实交代哦。好，你们现在怎么样啊？最近？没问题。我觉得是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去走，肯定的。其实都还好，我觉得是更加甜了啊。然后每天都很可爱，很甜很可爱的那种小兔子。哎呦，这个就不用给我们说了。最近1周有聊过天吗？有啊，发一些表情包，还有磕 CP， 聊了一些可能之前在小屋里面没有聊的很多话题。周末都是见的。那个时候他来找我，我去找他，然后正好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他在对面，我在这边。他那个时候穿了一个蓝色的，反正超漂亮那件衣服。就还是人群中一眼就锁住你，超级甜那个瞬间。他会远远的跟你打招呼。对，而且在那里笑。他对我是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很开心。他为我做的一些改变，其实我都有看到。我也希望我能跟他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叫爱的勇敢。他跟我们说的是，在很多问题上你可能过于随和。就是就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咋说。就比如说上次迟迟跟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我问你今天吃什么，然后你回复的是你觉得呢？就是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之后，他的感觉是你把这个问题有抛回给他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有这种问题，或者我一般会顺着人说，多一些。但他觉得可能我一直在顺着他说话，就没有表达出自己内心的这种观点。女生的感受是，你一直顺着他，他会担心你会不会憋了一些委屈，这样子有一天爆发，其实影响感情。所以你更做自己的话，就会更舒服，他就能更长久一些。这我同意，这个我非常同意。一个非常好的伴侣，就是他能在做他顺手的事儿的时候，把这段感情维护好。我非常理解他这个想法。他其实是希望把你和别人再加一些区分，就是这些细节，其实他可能觉得很可爱或者很特别。等会儿，有点红温了。我相信在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弥补没有在舟山上跟大家一起玩的这种遗憾。我们可以共同创造很多我们自己的这种非常好的回忆。我觉得挺好的。上一次也跟小远聊了，他说可能你们的节奏都会慢一点点，还是在继续接触。说实话，我觉得小屋这个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不是2个人就可以专注的在感情这件事情上，但是我也肯定是会顾虑很多，始终还是得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你要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困难，就是确实2个人之间的阶段其实会有些比较大的差距，因为肯定也是会受到一些过往经历的影响，对。
我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过去的创伤，以及有一些应激反应。但是如果在感情上，因为可能过去的一些经历，然后让你对下一个人有一些预设或者害怕，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对他不是很公平？会。请教你们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我们其实下节目之后我们俩其实是把对方去打破之后，就去重建对于这个人的爱意。可能要对对方的印象就是完全清零之后，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正常情侣去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然后再这样反复重复的去爱上对方。明白。我觉得就像你们说的，两个人确实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你是需要重新打破之后再重新认识。你在打这个特别好基础的情况下，你们再去进入下一个阶段，那我觉得那个是会更加真实，而且更加稳固一些。其实他9月就要开学了。因为他本身确实很优秀，然后就是又保研了，然后回去之后就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然后我们有问过他，他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答复。交给时间吧，我觉得